大清朝曾经非常牛的把鸦片反倾销给了大英帝国，直接把英国搞懵逼了，最后求着大清签署禁烟条约。因为教科书觉得这段历史不光彩，就在书上一笔带过了。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当时的英国是个半吊子工业国，居然愚蠢的要往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倾销农产品，那大清国能惯着他吗？必然来个反倾销。话说在鸦片战争之前，大清是禁烟的，在鸦片战争之后，大清被英国强行要求鸦片合法化。大清刚开始很悲观，这就是要白银外流的节奏啊。可后来朝廷一看，英国卖的都是些品质低劣的鸦片，成色跟我们本土的压根就没法比，这下朝廷可乐开了花。于是秉承了让大英帝国见识一下农业大国力量的想法，开始鼓励百姓种植鸦片。要知道，中国这片肥沃的土地上长出的可都是世界顶级的农产品，大烟也不例外。尤其是广东货和云南的云土，可以称得上是鸦片中最顶级的产品。这些高档货被运往英国，英国人哪见过质量这么高的鸦片呢？拿到手就成了炫耀的奢侈品，在贵族中疯狂地传播开来。瞬间，大清的鸦片就成了身份的象征。如果哪个贵族抽的不是广东货，那就会被歧视，会被认定为是要完犊子的没落家族。你居然连大清的货都搞不到，估计不是没钱，就是没人脉。这么说吧，你要是英国贵族，即使没弄到大清的货，都得撒谎说天天抽广东货，要不然真没面啊。俗话说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英国的大烟被视为了残次品，不但中国人不买，英国本土销量也大跌。就此，大清尝到了甜头，也增大了野心，于是开始加大种植，要销往全世界，争取让地球另一头的人都能感受到农业大国的力量。随着鸦片被运往世界各国，各色的人种都被大清的高档货震撼到了，订单瞬间激增，朝廷不得不每年加大种植。到1894年时，种植面积已达到1300万亩，那销量可是大的惊人。这么说吧，现在全世界的毒品产量加起来都没能超过100年前的大清。当时中国货几乎垄断了全世界，占了80%的市场份额。国外很多名著和电视剧都描述过这段历史，比如名著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主角基督山伯爵就是向别人炫富，说自己只用最高档的货，特意强调产地是广东的大烟。英剧《浴血黑帮》里，黑帮大佬抽的都是大清的高纯度货。美国往事里有大量的唐人街烟馆，用的都是大清的高档货。可以说，大清的高档货在全世界都杀疯了，导致很多国家出现国库亏空，百姓沉迷于鸦片。更为讽刺的是，这些国家中最先受不了的竟然是英国，百姓疯狂抽鸦片，雾都伦敦差点更名成烟都。政府一看百姓如此堕落，便开始号召禁烟，可是效果不好，无奈之下就想办法切断鸦片来源。于是在1908年求着大清签订中英禁烟条约。可能英国实在是被鸦片吓怕了，为了稳妥，又在1909年拉着大清、日本等13个国家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国际禁烟会议，让大清禁烟不要再卖了。大清记载写作万国禁烟大会，但事实上大清就是走了个形式，根本没把禁烟大会当回事儿。毕竟当初是你们逼着我卖大烟的，现在让我停下来根本不可能。这段历史总结起来，就是刚开始英国要打开大清市场，卖手表等奢侈品，结果没干过大清的茶叶、瓷器和丝绸，接着换套路用鸦片战争强行卖大清鸦片，结果又被反倾销了。可以说英国是被大清玩的团团转，完全刷新了他们对农业大国的认知。估计当时心里悔透了，悔当初不应该惹大清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